中世纪奇幻背景，决战手绘画风，无缝大地图，既能种田养殖酿酒，搞家园布置装修，也能外出探索，去热闹城镇或是诡异森林冒险，搞武器装备，打强盗，搜刮营地，或是对抗狼人、摄魂怪之类的奇幻生物，有着模拟人生铜管、NPC 谈恋爱交友，或是开玩笑树敌，还有技能体系、增益卡牌。上线前玩 demo， 期待拉满。但上线后好评率着实一般，有人喜欢，有人想睡觉的欢欣生活 Miss Wood， 来看看是不是你的菜吧。 Hello， 我是中年红魔酸，延期2个月，售价76，首周70不到，刚上线的欢欣生活大家都试了吗？我玩了5个来小时，和预期还是有些不同的。比起星露谷、模拟人生一类的沙盒游戏，会更像孝道机或是天国拯救之类的 RPG 感觉，玩法缝得相当多，故事任务、探索、战斗的元素比重比较高，有相当大的文字量。而种田属于想玩就玩，不干也行，结婚生娃也要等后续更新。点个互干小赞来一起看看吧。开局自然是捏人，除了性别、体型之类的外观，还需要从5个出生地、3种阶级、7个背景中选择。我嘛，肯定是田园农夫一条龙的。整体设定可以说是既现实又奇幻。本来有着幸福美满家庭的我，遭遇战火，前往陌生的土地，却意外发现自己是被选中的人，走上了拯救世界的道路。序章会需要按照指引操作，完成新手教程，而进入了新大陆，就是一边推主线，一边自由沙盒了。主线会是通过和乌鸦头的对话触发，我没有推太多，目前主要是跑图、找东西、献祭3种任务，没有碰到必须要打的战斗场景，理论上可以避开战斗，兜兜转转捡东西就跑。不过一般是挺难跑掉的，迷宫地图也比较难记，可以酌情打一打或是死一死。地图整体比较大，有3个城镇，发现新的坐标地点就会在大地图上有名字或是图标标志，也有传送的功能。不过我只解锁了1个地点，可以购买坐骑，就是有那么一点贵。野外有很多的箱子，营地可以捡垃圾，前期的补给基本靠捡就够了。游戏的背包比较特殊，每个类型限定带8个，后续可以通过捡羽毛扩展。任务有一定的指引，目标地点会在地图高亮也有文字描述，不过不算是特别清楚，还是要自己想一想的。而支线和小故事那就是非常非常多了，在路边和人对话，捡随地都是的纸条，读石碑，点感叹号等等都会触发。有的是故事，可以看看读读，个别感觉能发现宝箱，但我没有找到。个别场景会存在选择，不同的选项会带来道德的增减。做好人不知道有什么好处，做坏人那估计是会被村民嫌弃。游戏的战斗比重比较大，做任务、跑图都有怪，除了平 A 和攻击，也有基本的格挡、后跳、翻滚的设置。有装备和饰品可以在地图中捡到，或是通过武器台制造。死亡会送到最近的复活点，掉一点血上限，随着时间补回。整体战斗的手感比较一般，近战攻击是平行的，只能左右打。如果和怪不在一个水平轴上，有时候能打到，有时候打不到，比较难判断。有地形的遮蔽，看不到怪的时候也需要预判。另外有远程，不需要单独装备剑，但这个弹道也是比较难掌握的。游戏有技能的概念，总之是干就有提升，到达特定的等级会获得卡片，也就是增益，可以选择喜欢的类型装备。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其他的卡片获得方法，不知道还有没有了。作为轻生存游戏，会有血量、精力、饱食度3个槽。精力随着时间流逝降低，需要睡觉。除了家里，也有野外营地可以随地大小睡。同时睡觉会恢复血量，但并不恢复饱食度，需要通过进食来解决。可以通过外出采集、种田养殖或是钓鱼获取食物原材料，也能通过烹饪锅、酿酒或是做奶酪发酵2次加工。木材需要砍小枝丫的树获得，矿除了家里可以去矿洞刷。房屋开局会是个小破屋，后续可以修复，继续扩展成阁楼，而室内室外都可以装修布置。没有出货箱，不过会有城镇贸易，可以做点东西去镇里换更多的钱。整体生产制造有点所见即所得的感觉，可以直接在工具台看到所有生产物。我暂时没有发现扩展更多制造品或是食谱的方法。而人物好感方面，类似模拟人生的对话会有各种对话类型选项，
人物面板也有详细的好感和故事人物信息。除了跟主角的好感之外，人物之间也会互相唠嗑或是吵架，不知道会不会一个把另一个打死了。整体更多也是类似模拟人生看故事的感觉。目前并不能结婚，计划后续更新，暂时没觉得好感有什么实际上的用途。整体游戏的画风非常独特，开局的一些配音也是氛围感拉满，键鼠操作还算顺手，无缝大地图，偶尔走路就会卡住，整体还算是流畅的。游戏目前已经 Steam 正式版发售，单人未来计划加入多人模式，还有节日、家庭等等的更多玩法。整体来说，游戏的设定比较独特，但也有不少小细节需要优化。好在发现的还挺快，是再改了，会更适合喜欢 RPG 看故事的小伙伴。如果单纯是追求沙盒建造或是生活模拟，就需要再考虑考虑。那么这次要一起来场中世纪冒险吗？感谢收看，我是种田狂魔酸，下次再见啦。